位朋友，大疆 Max 3出了。我的 Max 3已经拿回来了，劣质毛绒玩具的质感。我唯一的要升级到 Max 3的痛点就是它。这个 Mac 是 Mac 2，其实刚买了不久，买了2-3个月吧，还是蛮新的。这个接收器几乎都没怎么用过。但是它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痛点，就是当它画在衣服上，特别是衬衫上的时候，大家可以看有一期视频，我穿的是衬衫，然后整个衬衫的领子都被扯出来了，然后就是身体裸露的部分，在我不小心的情况下变得很大，就感觉很不雅观，所以那一期只要被它弄变形的，我都在用我频道的图标给它尽量挡住，不然实在是不太雅观。包括穿这种 T 恤也是同样的，我可以别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领子是已经比较紧的了，然后还是比较有明显的变形。如果是比较更宽松一点的或者贴身一点的衣服的话，那会变形的更厉害。所以说这是对于我来讲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痛点。所以看到它 Max 3发布了，并且体积变小，接近于 mini， 并且可以把防风毛套还有这个音频线一并的收纳到这个充电盒里面的时候，我就有点想要去换了。虽然它刚买了不久吧，然后这个麦克风像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是我在618的时候买的，应该没记错的话1400多，然后现在去抵现的话可以抵1000块钱，也就是相当于是亏了400多吧，还能接受吧。然后也就是说我还要再补个1400多的样子去拿到新的充电盒，想想是一个长期使用的配件，我想这样的升级对于我来说还是蛮必要的。虽然我的视频也不是每天拍，并且也不是大 up， 但是对于我来说这样的一个点确实是我比较在意的一个点，而且是在外面拍视频的时候夹上它，特别是套上防风毛套之后就特别的引人注意，然后呢就有很多人投来眼光。对目前的我来说还没有办法做到，就是别人投来关注的眼光的时候1个2个我熟视无睹，然后我根本不在意，我还没到达那种境界。所以对现在的我来讲的话，我还是想要去换的。所以现在我就带着 Mac 2，然后去到店里去换 Mac 3，一会儿拿回来之后跟大家一起来开箱分享。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范视角。那我的 Max 3已经拿回来了，然后现在我们做一个快速的开箱。从包装盒上来讲的话，其实它的外形跟结构跟 Max 3以及 Mac 1还是蛮像的，一个充电仓，然后呢接收器2个发射器，只不过这个发射器呢更接近于 Mac mini 的体型，小的方块。然后我们打开看一下。因为我是拿 Mac 2去换的，所以说这一期的收音效果可能不太好，因为没有麦克风来收音，然后新买的麦克风还在这个里面，所以说这一期的收音可能会稍微差一点。我们打开，打开之后是一个收纳包，还有一个说明书，这些就不看了大家应该也不感兴趣。打开，好，收纳包有点像洗漱包啊。对，这个是里面的配件，我们全拿出来吧。里面就没了除了一个干燥剂，别的就没有了。OK， 这个就是充电仓以及麦克风本体了。我们打开，没有苹果的那种新机的味道。好，把它拆封。好，打开。说实话，这个充电仓的手感不如 Mac 2的手感。Mac 2的那个充电仓呢，就是按完之后感觉很顺滑的就打开了，这个呢是感觉是你需要用手给它掰开才行。然后它的这个壳子的质感也是塑料感十足就是满满的塑料感，那也可能是为了减轻重量吧。反正打开之后这个就是接收器
这是2个发射器，这2个发射器确实小了很多啊，原先的 Mac 2要这么大啊，现在小了最起码有一半。好，这里是热靴接口，然后它没有 Lightning 的接口它没有那个苹果的那个 Lightning 的接口，虽然我现在也用不到，但是给了总归是最好吧。然后这里是没有的，原先的Mac 2里面是有一个 C 口，有一个 Lightning 的接口，那这个是没有的。OK， 2个接收器，很小的接收器，然后它的这接收器除了小以外，跟上一代相比的话，还有一个卖点就是它的这个夹子是可以拆卸的。那拆卸呢，一方面就可以这样，比如说代替那个磁铁，这样临时的去吸一下，但是呢，它的吸力就不如配上磁铁，那磁铁在这儿，配上磁铁之后的吸力，但是平时在家里的话，这个吸力是足够用了，也不会掉。吸力虽然不大，但是如果你是这样一直坐着来录音或者来录视频的话，它是肯定没问题的。好，我们拿出来，这是其一，就是它的夹子是可以拆卸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它可以拆卸，比如说我有的时候穿衬衫呢就需要这样夹。如果用原先的 Mac 2的话，那这样夹之后，它的收音口就是朝向这边的，而不是朝向我的嘴的，所以说收音效果就不如直对着要来得好。它现在因为可以拆卸，所以说你即使这样夹，你可以通过把它这样来吸，也能够完成这个收音的口对准嘴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这是这个它的一个变化之2。另外呢，就是它的上面的 C 口也没有了，然后 3.5 的麦克风的音频口也没有了。也就是说，新一代的麦克风是没有办法通过延长线来夹领夹麦的。不过对于我来讲还好，因为我从来不用。此外，还有一个 C 口也没有了。C 口没有了的话，2个影响，一方面是充电，原先的那个 Mac 2是可以通过直接插上 C 口的线来进行充电的，而这个就没有办法直接通过 C 口线来充电了，你必须要带着充电仓去充电才行。然后呢，其2就是因为 Mac 2以及 Mac 3是有内录功能的，当你录完音之后，想要把其中的音频文件导出来的话，原先的 Mac 2是可以通过直接插上 C 口数据线连到电脑直接导出的音，也就是平时可以很方便的把它作为一个录音笔来使用，录完之后直接插上线导出到电脑里面。而现在的 Mac 3是不行的，虽然它还有内录功能，但是如果你要导数据的话，就要通过把这个麦克风放进充电仓，然后通过充电仓后面的 C 口连接到这个电脑上了。前面的2个点也就意味着新一代的 Mac 3麦克风与充电仓的绑定度更高了。前一代的 Mac 2，如果我要带它出门去录视频，不管是带着这个 Action 去录，还是带着相机去录，只要带一个麦克风本体就行了。即使是没有电了，那直接充上我的充电宝就可以充电了。而这一代的 Mac 3那就没有办法了。虽然说不管是这个 Mac 3的单独的本体还是这个充电仓，它们的待机时长都更长了，但是说如果让我只带一个它出门，没有电了就没有办法充了，其实还是有一丁点焦虑的。虽然说正常来讲你不会录那么久，那么后面用一段时间看看，我还是会按照我的使用习惯只带麦克风本体出门。如果说用一段时间下来之后它并没有待机的问题的话，很可能我这样的焦虑也能够得到减缓。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防风毛套。它这次是配了2副黑的以及这个黑白的。说实话，这个上手的质感不如前一代的好，这个就很像劣质毛绒玩具的质感。前一代呢更像毛。好，我们给它装上，小小的，体积真的是小了很多。夹在领口度上还是有变形的，但是给它如果是磁吸的话，应该就好很多。那这样就好很多，不会有明显的下勒的这样的一个勒痕。所以说这个体积小重量轻呢，也是我最主要想要
升级的一个痛点吧。如果大家平时在使用的时候并没有这样的困扰，其实也不用一定要升级。其实我原先的那个 Mac 2是在6月份买的，1400多。然后这一次去抵扣换新是抵扣了1000块钱，也就是说我是2个月的时间，其中有一支麦克风我都没怎么用，也就用了另外一支，并且另外一支用的频次也不是非常高，然后相当于是我这2个月的使用了几次的麦克风亏了400-500块钱。然后除此以外还要再加个1299，将近1300的价格去换一支这样的新的麦克风，所以说价格其实并不低。而且 Mac 2原先 Mac 2的不管是待机时长还是它的8GB 的内存空间，对于我来讲是完全够用的。所以说对于升级来讲的话，我唯一的要升级到 Mac 3的痛点就是它变小了，而且不会让我的衣服变形，特别是有的时候穿衬衫，然后一变形，然后就变得非常的不太好看啊。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它的重量，我给它摘下来，我们对比一下前一代的重量。哦，对，还有一个卖点就是它可以把所有的配件都放进去。前一代的 Mac 2麦克风套上毛领之后，它就没有办法装进去了。那我们看一下，确实是可以装进去的，并且号称这个音频线也可以放进去的，我们也来试一下。我们试一下音频线，也确实是可以放进去的。这个呢也是解决了一大痛点，就是不用再带收纳包了。好，下面我们来对比一下整机质量。好，我们来看一下 Mac 2的整机重量297克，226克，就是充电仓加上接收器、发射器的重量，226克。看一下上一代麦克风的单机重量28.2克，加上毛套将近31克。好，接着我们来试一下这个单机的麦克风的重量，16克，加上防风毛套17克。那这个重量跟上一代相比还是有了非常大的缩减的，特别是更重要的单机麦克风的重量比上一代小了很多。好，这个就是今天的一个快速开箱。总结一下，就是不管是充电仓还是麦克风本体的重量都小了很多，并且麦克风上面少了 Type-C 的口以及3.5毫米的口。所以说对于那些高频次的去使用麦克风本体上的 C 口以及3.5毫米口的朋友们要慎重再去考虑一下。但是比较介意 Mac 2的大重量、大体积会改变你上身之后衣服的变形，以及比较大的体积会引人注意，这2个因素的话，那就可以考虑升级。具体的使用感受，不管是好的还是差的，等到用一段时间后续再来跟大家做分享。对于一个普通的用户来讲，其实我们更在乎这款产品的便携性、可靠性以及性价比，大家不用过于去纠结它的参数，不管是待机时长还是内存空间，只要原先的产品足够你用了，并且没有一个你非常在乎的痛点的话，我个人觉得就可以把原先那款产品物尽其用，没有必要一定要更新。除非你跟我比较类似，有比较大的痛点，不能忍受它的某一项特点，或者说这项特点给你带来比较大的困扰的话，那这个时候再考虑升级。包括我也有看到其他博主有介绍，这款麦克风的面板是磨砂材质，而原先的 Mac 2它的面板确实是透明材质，觉得那款的这个高级感会更强一点。但是我个人上手之后觉得这一款也还不错，所以就看大家更在乎什么。刚才忘了提，它的按钮的个数也发生了变化，原先呢是3个键，电源键，然后这个连接键，还有一个这个录制的键。现在呢这个键是变成了复合键，分长按、单击、双击不同的功能。我觉得这样其实是更简洁的，原先的那个3个按键，特别是在你要连接新的设备的时候，其实还蛮复杂的。我经常会忘记先按哪个键，再按哪个键，再按哪个键才能实现
连接。那这个呢，后期我也去试一下新的2个按钮会不会给这样的连接，或者给我们平常的使用带来更大的便捷，还是说会增加我们更多的学习成本，这个我们后期再来跟大家做分享。那今天的开箱就到这里，后续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再来给大家做深度的分享。再预告一下，因为上个月也就是8月份，我有分别带着 Pocket 3以及 Action 5 Pro 出游，分别去了重庆、贵阳、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卡帕多奇亚、安塔利亚以及埃及的开罗，去看了金字塔等等一系列的地方。后期在这一期视频之后，我也会在我的频道的另外一个系列去逐步更新这些视频，欢迎大家的关注订阅。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